电影《刺猬》是顾长卫执导的新作，初看似乎并不特别引人注目。近年来，顾长卫的作品逐渐向商业化靠拢，但反响平平，使得观众对他的新作抱有谨慎的态度。同时，近年各大电影节的口碑参差不齐，也加深了对新片可能平庸无聊的担忧。然而，《刺猬》却超出预期，不仅保持了商业片的可看性，而且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，带给观众意外的惊喜。个体与集体的对立，角色的深度刻画。影片中，葛优饰演的王战团和王俊凯饰演的周正，两位角色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与集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王战团在文革时期因为喜爱《海底两万里》这类西方文学作品而受到排挤，终生未能实现成为海员的梦想。他的遭遇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封闭和排斥，也象征着一个人因环境压制而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悲剧。而周正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因口吃而备受同龄人排挤的孩子，在学校中，他被视为异类，长期生活在孤立和歧视之中。两个人物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却都因为与集体的不一致性而被边缘化，成为不正常的存在。然而，影片巧妙地揭示了，这种不正常恰恰是被集体异化的结果，而非个体本身的缺陷。情感共鸣与现实主义，年轻人的内心世界。对于年轻观众来说，周正这个角色更容易引发共鸣。他所经历的成长困境，正是许多东亚家庭中孩子们的真实写照。电影通过他与母亲的冲突，深刻地展现了代际之间的矛盾。这种矛盾源于家长对孩子的传统束缚与不尊重，他们习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压制孩子，忽视个体的情感和想法，只为了让自己更轻松地掌控家庭秩序。周正最后对母亲说出我不原谅，不仅是对自己成长过程中压抑情感的宣泄，也是对所有被压迫的孩子们的一种精神救赎。这句我不原谅不仅是周正个人的心声，更是替王战团发出的呐喊。这种情感表达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，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自觉地反思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，甚至引发对整个社会文化的深思。象征与隐喻，刺猬与精神内耗。电影中，王战团被传言只有吃刺猬才能治好他的病，而他也成了唯一能够治愈周正病的刺猬。这里的刺猬不仅仅是某种神秘的民间偏方，更是影片用来探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象征。王战团在周正陷入自我怀疑与孤立时，始终告诉他你没病，并教导他如何以更畅快的方式生活。这种对异化与有色眼镜的抵抗，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自我救赎和对社会规范的无声反抗。影片最终传达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即使在被集体排斥的情况下，也要坚持以自己的方式生活。王战团用他半疯的状态和对生活的独特理解，帮助周正找回自我，克服内心的焦虑和不安。对于那些在现代社会中感到精神内耗的观众来说，影片无疑具有一定的心理治愈作用。情感与逻辑的冲突，导演的选择与演员的发挥。然而，尽管电影在情感层面的表达较为成功，故事的逻辑性却存在一定的问题。作为一部年代戏，影片缺乏对时代背景的深入刻画，导致部分角色行为显得不够合理。这一点在王战团身上尤为明显。尽管他的角色背景设定是文革时期，但影片并没有充分展示那个时代的特征和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，使得观众对其行为的理解产生了疑问。然而，葛优的精彩表演弥补了剧本的不足，他深谙角色的边界，在半疯的状态中游刃有余，将王战团这个角色演绎的生动而有层次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有葛优的出色表现，影片的整体成色才得以提升。对于这位老戏骨的演技，观众早已有数，但在刺猬中，他的表现依然超出了预期，成为影片中最为亮眼的部分。葛优的演技，影片成功的关键。在影片中，葛优展现出了他作为内地顶级男演员的深厚功力，他将王战团的复杂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从微妙的面部表情到细腻的肢体语言，无不透露出角色内心的挣扎与矛盾。
正是因为他的演技，王战团这个角色才得以从剧本的模糊设定中走出来，成为观众记忆中的鲜明形象。相比之下，王俊凯的表现虽然也有可圈可点之处，但在与葛优的对戏中显得稍逊一筹。尽管如此，影片仍然通过两位主演的互动，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对立与和解呈现得触动人心。尤其是在最后的高潮部分，周正对母亲的抗争与自我救赎，达到了情感的最高点，使观众在影院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。总结，在平凡中寻找不凡。总的来说，刺猬虽然在主题和表达上显得较为平常，但凭借葛优的出色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，影片在平凡中找到了不凡之处。它不仅是一部探讨个体与集体之间冲突的作品，更是一部引发观众对自我与社会关系深思的电影。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精神内耗、寻找自我价值的观众来说，刺猬提供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路径。它提醒我们，即使在被社会边缘化的情况下，也应坚持自我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这部电影通过王战团和周正的故事，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也为观众带来了意外的感动与思考。而葛优的表演更是为影片增添了一份厚重与深刻，使其在众多商业片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。